今天住在大洋路的 Tiny House， 国外非常流行的，就是在一个山坡啊，或是一个农场啊，一大片地里面盖了一小小间的这种装潢好、什么都有的小家，里面的东西都收纳非常好，真的应有尽有，设备都很齐全。Tiny House 就是迷你屋，也是一种探索生活的方式。通常不超过15坪，但却包括所有生活必需品，有些甚至还能随处移动。各种因地制宜的风格设计，省空间和环保的概念，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。我们的主人是一个澳洲的摄影师，里面细节满满，连窗户角度都有被设计过。几年前我就很想体验这样的房子，这次终于圆梦了。我们现在到我们住的 Tiny House， 里面呢是有2间房间的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是一间能住4到5人的迷你小屋。先来看这间充满童趣的房间，房间的窗景看出去就像幅画，不愧是摄影师的家。这里有3张单人床，从床单、油漆和墙面上的画颜色都很缤纷。上铺边有一个小窗户，可以看到对面的农场，不用再猜拳决定谁要睡上面了。房东有2个小孩，所以贴心的在儿童房里铺了软垫，超舒服的。我身高165，躺在床上的比例大概是这样，脚伸直也没问题。房子里有间厕所，粉红色的瓷砖，波西米亚风的布置，超级可爱。当然，洗澡的时候也有风景可以看。后面的山坡常常有牛羊经过，脸盆连蓬头都非常有质感，而且非常干净。房子的另一头是第2间房间，里面有一张 queen size 的床，床单和背墙的搭配，可爱指数直接爆表。床垫很厚实又柔软，上面放着准备好的毛巾。这床真的好舒服，我睡到隔天差点被吸住起不来。对面就是一片落地窗，看出去一片无敌的草原风景。虽然是阴天，但看出去很辽阔，好适合放空。晚上把灯打开，躺在床上看风景，超美又放松。床旁边也有一个小窗户，哇，是一个山坡哎，看出去是一大片袋鼠，它们晚上会跳出来哦。住宿的前面是有一片袋鼠哎，好近哦，这样采光很好哎。来看看我们的客厅吧，有一个火炉。澳洲现在是冬天，靠海边的荒郊野外，不管早上或晚上都很冷。它是真的可以用的哦，我们等一下就来烧柴，因为现在这样好冷哦。简单的摆了2张很舒服的椅子和椅凳，设备用的还不错，然后里面的布置很可爱，很温馨。旁边就是一字型厨房，房东选了小巧可爱的家电，然后我觉得干净度也算不错，老板很用心哦，还有写了一个卡片给我们，然后还送我们1盒巧克力。五脏俱全的 Tiny House 真的不是随便说说，房东精挑细选好收纳的家具。看我从冰箱旁边拿出一张折叠餐桌，等一下没下雨再拿去外面吃。厨房用具超齐全，想煮出丰盛的大餐绝对不是不可能。面包机和煮水壶用的是复古的 Smack， 黑色的小水槽上面挂了6个马克杯，还有几个酒杯。茶具、果汁机和咖啡粉。这个冰箱不小，而且很新，贴纸都还在，打扫得好干净。微波炉和户外手电筒，还有一台 Bosch 的洗脱烘，连咖啡机也是迪朗奇的半自动意式咖啡机，看得出主人对生活很讲究。餐具、餐盘、锅具、料理工具都非常齐全，展现出房东的生活品味。这里没有洗碗机，我们在水槽下发现好多清洁剂。最窄的柜子里竟然还有调味料砧板和烘焙纸。雨一直下，看起来没办法去外面烤肉了，我们就来随便煮个懒人料理，好好的在房子里面享受一下吧。刚刚在超市里买了 cheese 和可颂，这里还刚好有一个烤箱，太棒了。房子里有咖啡粉，刚好试用一下 Smack 煮水壶，煮水速度还蛮快的，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重看不重用。我们加了刚在超市买的保酒乳，本来觉得保酒乳味道会不一样，但喝起来就像鲜奶一样，在这里不知不觉步调都会慢下来。但懒人料理的动作还是太快了，雨依然无情的继续下。好吧，就在客厅吃饼干聊天，或是唱一下歌，等雨停吧。对，因为呢，我们有跟那个主人说我们是要开特斯拉了，所以他有准备一捆超级长的充电，就可以从房间那样拉出去车上充。如果你家呢有自己装太阳能板，可能就会更棒，因为这边常常太阳都很大。雨好像变小了，我们出去看一下。那外面有可以看风景的躺椅，还有一个荡秋千，超级可爱的，还有一个 barbecue 台。
它是瓦斯的哦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用一下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种户外大家聚餐的地方，那里还有房东准备的萤火。雨又变得更大了，不知道晚上能不能烤肉。先进去跟你们分享一下订房资讯吧。今天开箱的这间 Tiny House 大家喜欢吗？房价的话，我是在 Airbnb 上面订的，加平台费、清洁费，3个人一个晚上大概是台币6000多块，没有到6500啦，就是6000出这样。里面的设备呢，基本上什么都有，但是这边没有附吹风机，也没有电视，所以说如果你晚上怕无聊的话，你可以自己把影集先下载好。然后这边的路呢，不是很好找，它一进来的话是差不多第3间农场吧，就要稍微自己算一下那个农场的栅栏，依照那个指示，有点酷，就要把门打开之后呢，再按密码，然后拿出你的钥匙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来这间 Tiny House 了。大家来墨尔本呢，可能都一定会安排一些近郊行程。我觉得大洋路是还蛮推的。如果说你没有自驾的话，你也是可以在 City 买行程自己来。但是呢，自驾的话就更爽，因为你可以停附近很多一些特色的城镇。我之前在墨尔本的时候，也是到了第2天、第3天，我就跟朋友一起来大洋路。我们是先从 City， 然后开车到 Geelong， 然后在那边有一个冲浪博物馆，再沿着海边这样子开去玩那些景点。然后这次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开车先杀到就是我们要住宿的那个 City。我们今天一出发的时候，天气其实很好，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边就狂风暴雨。我刚刚看天气预报啊，雨会下到大概8点左右。我们本来在超市买了很多烤肉的东西，想要用外面的 barbecue 台烤，但是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办法。8点以后再看看这边，如果没有雨的话，我们再烤肉。然后明天我们就一早要很早起床，因为明天的早上到2点之前天气都很好。我那时候可能就飞一下空拍机，今天都先待在这边，然后好好享受一下这个环境。明天呢，我们再沿着海边下面的景点这样子开回去。哇，这房子现在被风吹到，一直有发出声音。好，然后来准备晚餐喽。今天煮烤蔬菜、香料烤鸡翅、烤羊肉卷、煎牛排，最后开个香槟，惬意的享受乡村田野中的 Tiny House。跟我一起来备菜吧。厨艺不好，但要懂得配色，配色好，看起来就有食欲。抽屉里找到好多香料 ，Nando's 的酱真的超好吃的。房东付的油竟然是初榨橄榄油，好高级哦！这里的陶盘都很好看，随便摆一摆就超有仪式感。房东品味真的很好，很懂得享受生活。我们现在把晚上的灯打开了，开灯的时候很漂亮吧？天黑了，雨也终于停了。打开户外灯，房子看起来好可爱又浪漫。前面的草原全都是袋鼠，明天早上他们会靠得更近哦。煎牛排的锅子也很可爱。开动了，懒人料理看起来很成功。超市现成的羊肉串，香料味很浓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诶。现在这里讯号很差，手机几乎连不到网路。不过住在 Tiny House 就像露营一样，要享受暂时的与世隔绝，和朋友吃东西喝酒，还好准备了很多点心，边吃边聊到半夜，一点也不无聊，有一种被大自然疗愈的感觉。大家早安。现在7点，我们前面全部整片都是袋鼠。早上，房子外就是野生动物园，很冷，连马都穿了衣服。我们就这样慢慢等到日出。第一次看到袋鼠宝宝从妈妈袋子里爬出来，画面好疗愈。一日出，太阳就变得好刺眼，也把整个房子都照得黄黄的。随着阳光变化，感觉整间房子又长得不太一样。来看看房子外还有什么，竟然有个户外浴缸。
对面农场的动物们都跑到房子旁边散步了，但它们有点怕人，我们一走过去就全部跑走了。耶，终于放晴了，可以到户外吃早餐了。早安！今天早上天气超好，我等一下来飞空拍机给你们看。这边就是那个农场，然后这就是房间，看出去一片大草原，超级美的客厅。然后另一间房间，我朋友还在睡。然后我们的特斯拉去充电，1小时是很慢啦，是2度电，但是有总比没有好。这台 BBQ 我们昨天瓦斯点不起来，所以没有用。不然就可以在这边吃。这边现在很冷哦，大概5度，手都快冻僵了。这杯垫也超可爱。早餐，cheese 可颂跟熏鲑鱼可颂。其实很冷，风很大，我们忽然有点后悔在外面吃。坚果的 cereal， 然后跟我们自己带的那个黑咖啡。太阳大到眼睛都睁不开。对，一下就睡。昨天睡超沉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，老了比较快喝醉。这很好吃哎，它这里面是坚果哎，这个坚果麦片很好吃。可能刚刚飞完空拍机，现在10点，我们准备退房，然后去走我们今天的行程了。今天是要去那个海边看一些石头们。Tiny House， 拜拜。这里是下午3点入住，早上10点退房，离大洋路附近的有名景点，开车半小时内都能到，交通也很方便，超推的哦。我和朋友都很喜欢。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或是分享给朋友。除了开箱、家居，还会有一些旅行跟电动车的分享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期见喽，拜拜。今天来吃一间bagel店，这里的 bagel 真的很好吃。现在在海边吃鱼薯，然后呢，附近一直有很多的鸟，一直在觊觎我们的鱼薯。我快上水塘一直看。它叫做抢食鸟，它可以抢食物。真的吗？哇，这房子应该自己就一定要有一台。会